当美国离开欧洲后，谁能成为欧洲的下一个老大？作为欧洲防御力量的绝对支柱，美国的保护伞已经变得不再可靠，但俄罗斯的炮火却没有停止。一个残酷的问题摆在了所有欧洲人的面前：还有谁能扛起欧洲安全的大旗？是拥有核武器的法国，还是富得流油的德国，亦或是那个正在疯狂爆买、试图弯道超车的东欧狠人波兰？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场欧洲大陆上谁才是真正的王者。一直以来，特朗普都将欧洲视为不肯为自身安全做出足够投入的搭便车者，还声称欧盟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坑美国。之前只是说说，现在却已经将其变成白宫的官方政策。白宫最近特意发布了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，直言以后欧洲必须承担起自身防务的主要责任。这份文件措辞直白，语气强硬且正式，话里话外都是美国脱离欧洲的决心。那么在美国之后，还有谁能成为欧洲自己的大腿？在火力军看来，真正有资格当大腿的其实只有3个玩家。一个是老牌霸主，一直喊着要征战俄罗斯的法国；一个是经济巨人，手里握着大把钞票的德国；还有一个是正在不断扩军，试图改写欧洲版图的波兰。这3家各有各的打算。法国想搞欧洲军，自己当老大；德国想搞北约欧洲支柱，利用经济优势当欧洲的盟主。而波兰呢？波兰的想法最简单也最粗暴，不断扩充军费和兵力，将自己武装成一支钢铁豪猪。要争老大，光靠嘴炮是不行的，得看谁的拳头更硬，家底儿更厚。我们不妨从军工、战力、经济3个方面讨论。各位又认为法德波3国谁能从这3方面脱颖而出呢？在很多人印象里，法国好像只会举白旗，但如果真这么想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现在的法国是欧洲唯一一个拥有全套军工体系的国家。什么叫全套？就是从核武器到常规动力，从太空卫星到深海潜艇，从战斗机到航母，法国人全都自己造，而且造得还不错。乌克兰空军点名道姓感谢法国援助的幻象2000，说这玩意儿帮助乌克兰打爆了俄罗斯的巡逻导弹，拦截率高达98%。但这种战机也只是法国手上一张普通的牌。法国手里握着2张真正的军工底牌，第一张是核武器。英国脱欧之后，法国成了欧盟里唯一一个可以自主使用核武器的国家。这意味着，在面临亡国的危险时，只有法国有能力拉着敌人同归于尽，这就是核武器的底气。而英德虽然也有核武器，但都是别人手里的，关键时刻别人给不给你用，都是个大问题。第2张是强大的军工企业，达索、泰雷兹、欧洲导弹集团等军工集团都拥有不俗的军工制造能力，这也是法国军工的底气所在。德国的军工严格来说并不算太强大，甚至只处于欧洲第2梯队。不过它胜在工业基础雄厚，比如德国制造的名片，以及著名的莱茵金属公司以及 MTU 公司。莱茵金属是豹2坦克背后的操盘手， MTU 则在制造工业柴油机上有一手。德国坦克和潜艇受欢迎，很大程度上也是 MTU 柴油机好的缘故。但是 MTU 其实是做民品起家的，也就是说民品企业帮了德国军工大忙，军工方面的薄弱是德国无法回避的痛。最后的波兰相比于法德，它的军工底子比较薄弱，几乎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家底，但它胜在狠和快。关于波兰的狠，我们之后会提，这里主要讨论其军工的快。波兰选了一条最激进的军工发展之路，直接引进韩国 K2 坦克和 K9 火炮，然后在本土建厂生产。波兰最大的军工企业 PGZ 疯狂吸收其中先进技术，还试图建立欧洲最大的陆战武器生产线。这种直接抄袭的军工基础虽然不牢，但架不住发展迅速。这样横向对比来看，法国在军工家底的比较中拔得了头筹，但军工家底不等于军事战力，这方面波兰的战力最让人惊讶。战力对比比的是海陆空的军备战力。空军方面，法国现役超600架战机，以阵风为主力，作为多功能战斗机。阵风一直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4.5代战机之一。从印度、卡塔尔排着队给法国送钱来看，就知道这东西在国际市场上有多抢手。德国空军在战机数量上不如法国，但它比的是质量。之前一口气订购了35架美国最先进的 F-35A， 这可是5代机里的天花板。这意味着在北约核共享的基础上，德国空军具备全球投放核武器的能力，瞬间跨入全球顶尖空军行列。
至于波兰，由于起步晚，空中战力跟法德还有一定差距，目前有400多架战机，以 F-16和米格29和苏22战斗机为核心。不过，为了强化空中力量，波兰购买了包括美国的 F-35A、韩国的 FA-50在内的新型战机，以替换老款战机。陆军方面，法国装备勒克莱尔主战坦克，还有凯撒自行火炮等先进武器，地面火力强大。兵力上，马克龙已重新拟定志愿兵役制，预计在2030年前为陆军每年多招募和训练1万名新兵。到2036年，则每年新增5万名士兵。别忘了，法国军队的实战经验在欧洲是极其丰富的。法军外籍部队常年在非洲的马里、扎德征战，虽然规模不大，但好歹见过血，指挥体系和后勤系统一直都在运转。德国陆军也有过人之处，它有着独步欧洲的坦克战车，豹2系列主战坦克一直都是德国坦克工业的骄傲。在欧洲，几乎所有叫得上号的国家用的都是德国坦克。据战略研究所的数据显示，德国陆军目前大致拥有200多辆豹2 A5、A6和100多辆豹2 A7，数量不多，却也是战场上非常恐怖的一股力量。但德国并没有吃老本，之前就有消息传出，他们正在研发下一代主战坦克豹2 A2C。这头钢铁怪兽已经装备了莱茵金属的130毫米巨炮，未来还将装备阿斯卡伦的140毫米火炮，号称能打穿地球上所有的装甲。波兰拥有着当前欧洲最重要的武装力量之一，装备大量豹2、PT91、T72等火力。随着这些年的积累，波兰陆军的坦克数量已经超过德法英3国的总和，成为了欧洲大地上最恐怖的一支装甲洪流。有意思的是，波兰还给自己定下了目标，那就是打造一支欧洲最强陆军。为了这个目标，波兰还宣布要扩军至50万人，比现在的军队人数还多1倍。在海军战力对比，法国无疑是最领先的。不说欧洲唯一一艘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，虽然这船毛病不少，螺旋桨还断过，但它毕竟是核动力的，是除美国之外全球唯一一艘能满世界跑的核航母。相比之下，德国海军的过人之处在于活好，它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常规潜艇212A 型。这种潜艇用的是燃料电池 EIP 技术，能在水下潜伏几个星期不露头。现在德国还要造更大的 F126型护卫舰，这船排水量高达1万吨，就是披着护卫舰外衣的巡洋舰。跟这两位大哥比起来，波兰就有点不够看了。它现在仅有一艘苏制基洛级常规潜艇，2艘美制佩里级护卫舰，以及若干轻型护卫舰和导弹艇。总的来说，法德的综合战力遥遥领先整个欧洲，但陆上战力方面，波兰在某些方面稳压法德一头。比起战力，经济方面的差距对比则更加鲜明。经济对比，德国无疑占了先手。打仗打的是什么？是钱。很多人觉得德国军事不行，德国却豪迈地表示战力不够，钞票来凑。这话不假，如果仔细翻看数据，你会发现德国的钱袋子有点吓人。这个国家一旦认真起来，它的战争潜力是整个欧洲最恐怖的存在。德国的 GDP 常年稳居欧洲第一，2024年就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，是法国的1.4倍。德国拥有真正的超能力，作为全球第3大经济体，有钱这就是它扩军的最大底气。俄乌冲突爆发后，德国前总理舒尔茨直接扔出了一个1000亿欧元强军计划，设立1000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，以提升德国防御力量。等舒尔茨下台，继任者莫茨更加慷慨，直接宣布拨款5000亿欧元，将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军事升级。另外，德国联邦议员还正式通过了兵役制度现代化法，宣布扩大联邦国防军规模，这也是用钱砸出来的。德国有钱，法国也不赖。法国在欧洲的经济地位通常位居前3，拥有多元化的混合经济，跟德国、英国共称欧洲经济的3驾马车。更不用说阵风远销印度、卡塔尔，一架动辄2亿美元，这种战机永远不缺市场，也就意味着法国的军工可以极大的反哺经济。比起两位大佬，波兰钱不多，但他舍得花。波兰众议院刚刚通过2026年预算草案，将 GDP 的4.81%用于国防，约为550亿美元，远超北约2%标准，甚至超过美国，成为北约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最高的国家。而且他现在还在拼命扩充军备。根据陆军识别网站报道，波兰已经同意美国以每辆1美元的价格向波兰转让约250辆二手 M1126。兵力则计划在2035年扩军至50万人。铁勒金想成为欧洲防务的重心。斯特瑞克装甲车买二手车只要1美元，但修车费却是天文数字。波兰提升军事战力的决心可见一斑。综合对比，法国和德国经济实力都不容小觑。与这两位相比，波兰的钱包瘦得可怜，但他胜在够狠，狠得下心进行军购，对敌人狠，对自己更狠。他的狠也不是无缘无故的。
法德两国一个有最深厚的军事底蕴，一个有最雄厚的财力。相比之下，波兰的崛起更像是穷小子的奋起反抗。翻开历史书就知道，过去的波兰有多惨。二战的时候，英法都承诺保护波兰，结果呢，英法在西线搞静坐战，眼睁睁看着波兰灭亡。现在的俄乌战争跟当时的情况很像，欧洲的战略重心已经从西欧完全拉到了东欧，防守俄罗斯的最前线不是莱茵河，而是波兰的威斯瓦河。波兰成为了北约的桥头堡，一旦乌克兰失守，俄罗斯向欧洲进军，波兰就是下一个乌克兰，这就让波兰成为了反俄急先锋。也怪不得他公然指责德国在援助乌克兰上太软弱。所以波兰决定谁也不靠，而是疯狂打造自己手里的枪，直到成为欧洲军备崛起中最不容忽略的存在。波兰的崛起改变了欧洲的平衡，它代表了新欧洲的势力。这些东欧国家更反俄、更激进，他们正在建立自己的安全架构，他们身上寄托着欧洲当前的迫切。现在的欧洲正迫切改变两个方面的困局。一方面，俄罗斯的威胁日益严峻，之前俄军频繁派出无人机对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疯狂侵扰，偷窥也就罢了，俄军还将其当作了混合战争的一环，即将军事力量和非军事手段混合使用，破坏对方社会经济的稳定性。例如，俄军无人机侵扰导致重要机场关闭，破坏欧洲重要海底电缆，都是俄军混合战争的表现。雪上加霜的是，美国也在这时候开始跟欧洲结绑。根据基辅邮报的报道，特朗普私下告诉欧洲盟友，美国未来或将不再为北约提供防御力量，美国不能同时打2场战争，特别是美国现在把重心转移到了亚太，欧洲在美国心中地位正在下降，所以欧洲人必须自救。另一方面，欧洲无法自救，因为他们团结不起来。以法国为例，他的算盘打得很精，团结可以，但却是建立在法国领导下的团结。马克龙一直推销欧洲战略自主，说白了，法国希望欧洲各国把军费凑起来，买法国的武器，用法国的标准建立一支由法国指挥的欧洲联军。这样一来，法国不仅能当政治老大，还能让法国的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。但是德国人不傻，法国货贵，产能又慢，他不太愿意把钱给法国赚，所以德国转身就去找了美国，买了 F-35隐身战机，跟法国闹得不欢而散。在火力军看来，这两个国家在防务一体化的道路上互相使绊子，导致的结果就是欧洲吵吵嚷嚷了这么多年，依然是一盘散沙。所以波兰才会放弃依赖法德的幻想，而是一直悄悄地积蓄力量。从法国和德国的扩军，再到波兰的军备升级，欧洲正在强迫自己适应失去美国保护的时代。当美国的战略重点彻底放在亚太地区后，欧洲人自己的欧洲又将走向怎样的未来？从硬实力上看，欧洲人的欧洲，法国和德国依旧会是2位领头的大哥。毕竟法国的底蕴摆在那里，核武器和航母的门槛太高，短期内没人能超越。它依旧有着欧洲最强的综合实力，但法国的经济体量撑不起太大的野心，也就无法让人相信它能扛起欧洲自主战略的大旗。而德国虽然砸了重金，但他的身上一些问题不是钱能解决的。据相关媒体报道，为了抗议德国总理默茨改革国家兵役制度，德国各地城市纷纷示威。福沙舆论调查公司的数据更直白，18至29岁的成年人中，至少有63%的人反对义务兵役制。一支不愿意战斗的军队，就算装备了高达，恐怕也形成不了强大的战斗力。但波兰无疑是那个最大的变量，甚至成为美国在欧洲最锋利的刀。问题在于他的步子迈得太大了，大到让人担心他经济能不能支撑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。一旦俄乌冲突结束，这支庞大的军队会不会成为波兰财政的噩梦，这都是未知数。对于火力军而言，欧洲的未来一定是一体化，也只有一体化的欧洲才能拥有未来。火力军可不是在说废话，美国正在远去，欧洲为了防务，反而更深地陷入了对美国武器、美国情报、美国战略的依赖。波兰买的是美国货，德国买的是美国货，整个欧洲也不得不跟着美国合作。这一通折腾下来，欧洲人发现自己不仅没有成为旗手，反而还不断需要美国的援手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欧洲人只有走向互助，才能填补失去美国援助后的战略空白，遏制来自俄罗斯的野心。好了，本期深度分析就到这里。您觉得法德谁才是未来欧洲真正的老大？或者说您更看好波兰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，不仅超有态度，还堪称性价比之王。首先，它超级轻，拿在手上轻飘飘，穿上身更是零负担，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。其次，面料具透气，就像会呼吸一样，就算在外面跑1天，也能保持干爽，彻底告别黏腻感。最关键的是，
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。仅需很少的钱，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，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，闭着眼入都不亏，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。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，赶紧去抢。